元月17日星期五，今天我刷微博吃到一个电影的行程瓜，就是中国电影博物馆于元月22号有重要活动要闭馆，这个时间点只能是春节档电影的活动了。听说是春节档电影推介会，所有春节档都会参加哟。今天上午，射雕又发布了许克汉肖战的新花絮，官方点名表扬肖战，连在片场凶很严格的许克，对肖战就是各种满意。毕竟是卷王遇上卷王，不过肖战值得。看采访知道他很努力也很好学，这种上进有天赋的年轻人谁能不喜欢呢？有没有人觉得郭靖这套大皮球的造型很成功？现在一说到郭靖，我就想到这个造型了。我相信很多人会和我一样，以后说到郭靖就想到肖战这个形象。还有刷到网友说建议大家必买射雕大年初一收场，一方面是可以第一时间见到郭靖，而且大年初一一早也没人走亲戚，后面可能就忙起来了。第二方面是最关键的，可以第一时间打分。但猫眼、淘票票在第一场播映结束前打分是无效的，所以要等第一场播映结束后再评分。还有这两个平台不购票也可以评论，但不计入分数。你买了初二的票，初一去打分也算不够票打分，所以推荐第一场就去看。大家自己看或者和家人一起去看射雕时，建议多选择 IMAX、Cinity、Dolby、巨幕、Real Luxu 和 4DX 这些特效影厅。一是作为肖战的亲粉丝，我们绝无理由错过在最顶级的观影环境中去亲自体验射雕带给我们的顶级的视听享受。二是特效厅的票价较高，而每个城市能够提供特效影厅的电影院就那么多，预售期间咱们买的越多，后续为射雕争取到的特效厅排片份额就会更多，对整体票房的贡献自然也会更大。命运是不可控的，但是可控的是我们自己。大家想看预售数据的，可以自己下载一个叫猫眼专业版 App， 点宣发，点实时预售就能看到了。这个是实时更新的，全国全平台的预售数据。今天最新的小道消息是说，明天春节档就开始预售了，像追收视率一样追起来。明天早上9点春节档开始预售，大家明天就可以预售买起来了。肖战粉丝会有人专门统计第一天销售记录，大家手里的预算明天可以多投点，优先买出高人流量影院的票，保证20%的上座率就换。之前买了兑换券的，明天就可以换电影票了，换了才算。记得取票，记得取票，记得取票。买的不是座位是地位，冲的不是预售是未来。我还刷到有网友提醒大家，预售开启后，可能会出现各部大片主创人员相互包场，号召百花齐放，一片其乐融融的景象。但是，在我这里没有百花齐放哈，我只记得2020年百家下场，大家心里有数，专注自家，捂紧钱包，该干嘛干嘛哈。大众总是好奇，没有背景，素人出道的肖战，怎么就成长为如今内娱的置顶存在，拥有着响当当世界级影响力的巨星？我们或可从肖战5年后再次的人物采访中窥见端倪。一篇万余字的访谈，所涉的内容很多，但几个异于常人的点，突破自我与常人的轨迹，终令他5年后成为真正的人物。讲真，没有人愿意经历苦难，都想走现成的路，但不经历就难以成长，而现成的路注定是平庸的路。肖战经受住了这世间给予的莫大磨难，更勇于突破自我，选择最难走的成长之路。正如王可然老师说的，必须进去才能吐出，才有力量。经过3年话剧舞台的打磨，肖战如钻石般熠熠生辉，迎来事业直地腾飞，从流量到主流，受到业内与名导的认可与推崇。无法想象3年话剧的力量有多大。肖战把自己打造成最好的剑，斩破一切偏见与桎梏，直达顶峰。主演广电重点项目《梦中的那片海》，徐克主动找他出演郭靖，郑晓龙搭好了场景，只等肖战射雕收工开拍。拥有这些叫人羡慕的发狂的资源，若是常人很难不飘。然而肖战不是常人，不图安逸，而是始终对工作有着高要求和不满足，普遍用替身的水下戏。肖战亲身上场，室温也要力求最好。几位导演不约而同的深刻感受就是，肖战自我严苛的再来一遍，千里挑一，高傲难驯，遇到别的马就给一蹄子的小红马。在2个月的磨合后，
校战走到哪他就跟到哪。想想那高大、骄傲、美丽的动物，伊犁在校战身边，简直神仙画面，常人难以想象、难以达成的事情，校战就是有本事做到。还有常人无法控制的手机瘾，校战就能做到专注工作，不为所动。这种远超常人的自制与自我管理，对自己的狠劲，注定他走上不凡之路，成为内娱乃至世界响当当的人物。昨天下午，射雕新增多个出品方，校战亮眼表现让业内对射雕信心大增。最近，《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好消息不断，从校战亮相微博之夜以后，射雕出品方又新增了好多个。新增的联合出品方有淘票票、沃美影业、中新网、新华社、新浪微博等，真的厉害了！主演校战让业内对射雕前景充满信心。在射雕刚刚宣布定档的时候，项目方就发布声明说，商务合作早看清对象，不要上当受骗。有些人就赶紧跳出来带节奏说，成品电影已经完成，谁出品已经成定局，还能有什么合作？就是故意搞噱头。结果打脸这不就来了。前2天，该电影亮相微博之夜的时候，相比于其他影片排成6的出品方，《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仅4个的出品方，确实显得势单力孤。仅几天过去，就有多家公司火速加入，足见大家对这部作品的信心。网友评论说，校战的个人专辑我们卖那么好，业内不懂的吗？他们比谁都清楚，校战作为一个演员，已经是能达到的个人综合素质最强的水平了，没有之一。更何况还有徐克的坐镇，主流媒体保驾护航。没错，电影《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不仅仅是一部电影，更是背负着武侠电影崛起的先锋重任。这些新增的联合出品方，不仅为这部电影带来了更多的资金支持，还可能在营销推广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增加电影的曝光率和市场竞争力。网友对新增联合出品方的消息反应热烈，大多数网友表示非常看好这部作品。一方面，新增的联合出品方被认为是对电影质量和市场潜力的一种认可；另一方面，这也提高了观众对电影的期待值。总体来说，这次新增联合出品方被视为电影成功的积极信号，是市场对电影品质的肯定，是观众对电影的热烈期待。还有很多网友打趣地说，我一直都看好射雕，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渠道让个人也参与一下出品呢？稳赚不赔的项目，相信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这部电影一定会给我们带来一场精彩绝伦的武侠盛宴。大年初一，四海同春，让我们一起走进影院，见证射雕奇迹。快乐就是，就像和那个什么差不多。快乐就像。